川普说这是送给世界的礼物，但我告诉你，这是裹着糖衣的剧毒。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只剩 3.1%， 这是贫穷陷阱，这是资产缩水。你看似加薪了，其实你变穷了。我是麦门，今天这部影片，我要带你拆开这份关税大礼包。看不懂的人，你的财富将被通膨吃光；看懂的人，才能在乱世中守住资产。那几声通知敲响了丧钟。就在刚过去的圣诞节，当大家都在拆礼物、吃大餐的时候，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发表了一场全国演说。他带着那招牌的自信笑容，告诉全世界，他送给了美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一份大礼。这份礼物叫做关税。他声称，这些关税为美国带来了就业，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是，各位，请你们暂停一下，深呼吸，把电视关掉，把那些主流媒体的声音先放在一边，用你的钱包，用你每个月的账单，去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真实的温度。这真的是一份礼物吗？还是裹着糖衣的毒药？随着世界正在拆开他第二任期第1年的这份关税礼物，我们看到的景象跟他说的完全不一样。这份礼物里装的不是繁荣，而是混乱；不是合作，而是对抗；不是增长，而是停滞。毋庸置疑的是，关税已经彻底重塑了全球经济的基因，并将在2026年继续发挥它那令人窒息的威力。今天这部影片，我要带你看穿这场关税大秀背后的底层逻辑。我要引用 IMF 的数据，引用华尔街的预测，引用那些不敢大声说出来的真相，告诉你2026年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经济审判。在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你觉得2025年过完，你的钱变得更好用了，还是更经不起花钱了？觉得变好用的请留言+1，觉得缩水的请留言-1，让我看看大家的真实感受。成长的谎言，3.1%的贫穷陷阱。首先，我们来看看最权威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话通常很含蓄，但我能听懂他们话里的恐惧。IMF 承认，关税冲击比最初宣布的要小。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好消息，对吧？但紧接着，他们补了一刀，这正是 IMF 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放慢至 3.1% 的主要原因。各位， 3.1% 是什么概念？1年前 IMF 预测的可是 3.3%， 再往前推，在疫情爆发之前的那个旧世界，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长率是 3.7%， 从 3.7% 到 3.1%， 这消失的 0.6% 看起来只是小数点后的变动，但在全球经济的量级上，这代表着数兆美元的财富凭空蒸发了，这代表着无数的工作机会消失了，代表着你的薪水涨幅永远追不上通膨。IMF 总裁克里斯塔丽娜·格奥尔基耶娃在最近的 podcast 中用了一句非常精准也非常无奈的话来形容现在的状况。他说，情况比我们担心的好，但比应有的差。听懂了吗？比应有的差，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本该拥有更强劲的复苏，我们本该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但因为人为的贸易壁垒，因为政治家的博弈，我们被迫接受一个次等的未来。格奥尔基耶娃说得更直白，这样的增长速度太慢，无法满足全球人民对更好生活的期望。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全球人民准备过苦日子吧。你的期望在这个低增长的时代是奢侈品。虽然有些机构
比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指出，关税的影响没那么糟，是因为各国并未对美国进行强烈报复。他说，唯一强力反击的国家是中国，这迫使美国迅速退让。所以我们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贸易灾难，但是这只是没有死而已，不代表我们活得好。经过5轮贸易谈判，全球2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比川普第2任期开始时还要多。这些壁垒就像血管里的血栓，虽然还没让你中风，但已经让你的血液循环越来越慢，让你的手脚越来越冰了。这就是2026年的第一个真相，这是一个人为制造的低增长时代。所以我常说，投资不能只看 K 线图，要看懂在这张图背后在谋什么局。当全球的大环境都在缩水，你如果还抱着随便买随便赚的心态，那你就是那只在温水里被煮熟的青蛙。真正的猎人会在这种低增长时代去寻找那些不受宏观盈利影响的稀缺资产。虚假的繁荣，股市新高 vs 生活成本。当然你会反驳我，你看美国股市创新高啊，美国 GDP 数据很漂亮啊，哪来的衰退？这就是最大的骗局，也是最需要警惕的幸存者偏差。尽管一些经济学家质疑美国目前的增长力度，但数据显示，美国在去年7至9月间增长了 4.3%， 创下2年来最强劲的年度增长。美国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迪提亚·巴维甚至说，这是一个常有韧性的经济体。我看不出为何这种情况不会继续。美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强？因为消费者依然愿意花钱。根据 IMF 的数据，美国占全球经济的 26%， 而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是由消费支出驱动的。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人还在刷卡，还在买 iPhone， 还在吃大餐，全球经济就能勉强维持运转。但这个韧性代价是通膨，代价是生活成本。巴维承认，关税使美国通货膨胀增加了 0.3% 至 0.5%， 这是永久性的物价上涨。11月的通膨率为 2.78%， 看起来还好，但他警告，我们可能还没看到全部影响。关税推高了许多企业的成本，增加了不确定性，使未来的规划和投资更加困难。这些成本最后去了哪里？当然是转嫁给你，转嫁给消费者。美国股市的新高是由人工智慧的巨额投资推动的，那是富人的游戏。而底层人民面对的是越来越贵的超市账单，是越来越高的房租。奥布斯特菲尔德点出了一个关键：尽管有关税，美国经济仍持续增长，原因在于消费者依然愿意花钱。但这句话的反面是，如果有一天美国消费者不愿意或者没钱花费了呢？那将是全球经济的末日。而且，川普最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回流，其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他的贸易代表詹米森·格里尔最近还在文章里吹嘘，说要提高制造业在我们经济中的比重，说没有关税就不可能有汽车和制药业的新投资。但事实呢？数据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自川普第2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微下降，跌至略低于1270万。为什么？因为关税增加了原材料的成本，因为贸易战让出口变得困难，企业为了生存，只能选择自动化，或者干脆把工厂搬到墨西哥、搬到越南，避开关税。所谓的美国制造只是一个政治口号，而你却为了这个口号付出了更高的物价。这就是2026年美国经济的真相：股市在狂欢，工人在失业，物价在吸血。东方的暗涌，两个巨人的脱钩。讲完了美国，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那个在川普口中唯一强力反击的对手——中国。最新数据显示，全球2大经济体之间的商品贸易额
在2025年已是连续第3年下降，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这意味着这2个巨人正在脱钩。与1年前不同的是，习近平在2026年的新年致辞中，甚至未提及这些紧张局势或国内经济压力，他展现出了一种异常的冷静，或者说是战略定力。他预测全球第2大经济体今年将达到20万亿美元的里程碑，并表示中国准备与各国合作，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但是台面下的暗涌比台面上更加汹涌，关税、美国稀土采购以及中国获取美国高端晶片的问题，主导了双方谈判。美国商会中国分会主席詹姆斯·吉默曼说得很直白，当习近平在4月迎接川普到访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解决。他说，这次会晤意义重大，但我们的期望确实不高。为什么期望不高？因为结构性的矛盾无法解决。齐默曼指出，美国最大的担忧是中国如何管理其制造业产能。他说，产能过剩是影响许多经济体的问题，这就是现在全球经济最头痛的问题——中国的倾销。中国在制造消费品方面表现太强劲了，但在国内需求下降时，这些多出来的商品去了哪里？他们像洪水一样涌向了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全球贸易额去年增长7%，达到超过35万亿美元。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为了消化库存而输出的廉价商品。这对消费者来说看似是好事，你可以买到便宜的电动车、便宜的衣服。但对各国的本土制造业来说，这是灭顶之灾。荷兰国际集团的研究显示，欧洲对廉价中国进口的依赖正在增加。这就是为什么欧盟现在非常恐慌，计划在未来几个月祭出新的应对措施。美国想挡，用关税挡；欧洲想挡，用反补贴调查挡。但挡得住吗？奥布斯特菲尔德指出，美国关税中的漏洞是一把双刃剑，豁免意味着实际关税较低，但也带来了获取豁免的不确定性。包括英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国家已经成功钻漏洞，与川普达成贸易协议。其他国家也希望能在2026年做到同样的事。这变成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川普筑墙，全球企业就挖地道，这增加了摩擦成本，降低了效率。这就是奥布斯特菲尔德所说的，这些摩擦和不确定性随时间推移会造成损害。在这种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往往藏着最大的利润。当所有人都害怕贸易战的时候，你要去寻找那些不可替代的产业。什么东西是美国一定要跟中国买的？什么东西是中国一定要跟世界买的？找到这些刚需中的刚需，就能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62美元的石油是喜事哟。华尔街银行高盛给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今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将下跌约8%，至每桶约62美元。62美元，这对开车族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对吧？但作为投资人，你要看到这个价格背后的恐惧。油价为什么会跌？是因为世界和平了吗？是因为需求旺盛了吗？不，高盛的预测是基于美国和俄罗斯的强劲产量。这2个能源巨头正在疯狂抽油，争夺市占率。这不是川普在委内瑞拉的干预造成的。虽然川普想接管委内瑞拉，但短期内那边的烂摊子不太可能增加全球市场的供应。另一个因素是航运，可能是红海航运的恢复。圣诞节前1周，航运巨头马士基首次在近2年内将货柜船通过红海，这是一个重大讯号。由于与加沙战争相关的也门胡塞武装袭击，这条全球大动脉被切断了2年，逼得大家绕到非洲，成本暴增。现在马士基试着走回去了，虽然他们说尚无法确定何时能全面恢复，但这至少缓解了供应链的压力。但是各位，油价跌到62美元，通常只有2种可能：一是供给极度过剩，二是全球经济衰退，需求崩盘。如果是后者，那么低油价就不是礼物，而是经济寒冬的预告信。当工厂不开工，当货车不跑，当飞机不飞，
油价当然会跌。所以看到$62的油价预测，别急着高兴，先摸摸你的饭碗稳不稳。最后，我们要来盘点一下2026年那些还没引爆，但随时可能炸得我们粉身碎骨的地雷。除了中美贸易战，除了油价波动，今年全球经济还有几个 X 因子。第一，美加墨协定的重新谈判，这是川普第一任期的得意之作，现在又要重谈，这意味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稳定性将再次受到挑战。加拿大和墨西哥瑟瑟发抖，供应链又要大洗牌。第二，欧盟与南美洲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签了1年多，欧盟成员国还在吵要不要批准，这反映了欧洲内部的保护主义抬头，农民在抗议，工人在抗议，全球化的最后一点火正在被民粹主义扑灭。第三，也是最荒谬的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将对川普关税的合法性做出裁决。我们已经被关税折磨了1整年，结果现在法官才要来讨论这合不合法。如果裁决合法，川普会变本加厉；如果裁决不合法，那这1年来的混乱算谁的？企业缴的税能退吗？供应链的损失谁赔？这就是奥布斯特菲尔德所说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投资最大的敌人。在乱世中找活路。讲了这么多，2026年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年份，这是一个大分流的年份。一边是股市在新高 ，AI 在狂欢，富人在享受资产增值的红利；一边是实体经济在挣扎，增长率在下滑，物价在垫高，工人在失业。川普的关税礼物其实是通膨税单，习近平的和平发展背后是产能倾销的生存战，高盛的低油价预测暗示着这需求疲软。在这个时代，你不能天真，你不能相信政客的鬼话，不管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你必须看懂这些底层逻辑。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么办？第一，认清通膨的粘性，不要期待物价会回去。欧元区2.1%，英国3.2%，美国2.7%，这就是新常态。你的现金如果不投资，就是在缩水。第二，避开贸易战的锋芒，那些高度依赖出口、容易被关税打击的产业，比如传统制造业，要避开。第三，拥抱稀缺资源。为什么川普要强调稀土？为什么中国要限制晶片？因为在逆全球化的时代，谁掌握了稀缺资源，谁就是老大。第四，关注美国消费者的钱包。这听起来离我们很远，但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是全球经济最后的防线。如果这道防线崩了，全球经济就会进入真正的寒冬。2026年的剧本已经写好了一半，这是一个充满摩擦、充满保护主义、充满政治算计的年份，但这也是一个机会。当大部分人还在被假象迷惑时，看懂局势的你就能提前布局，避开风险。不要被关税礼物的包装纸骗了，拆开它，看清里面的真相，保护好你的资产，保护好你的家人。我是麦门，我们下个影片见。